本期大問題節目，我們來講佛教的哲學。我們很多人都聽說過佛教裡面有因果業報一說，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試想，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一件壞事兒，未來某一天你遭了報應，那麼請問這個報應到底是報給誰的呢？那你可能會說，當然是報給我的呀。可是佛教偏偏要在這裡追問一句，你說的這個我到底是誰？我們要知道啊，佛教裡面除了因果業報之外，還有一個基本設定，那就是無我。佛陀釋迦牟尼說，你根本找不到一個永恆不變、獨立自主的我。所謂的自我，只是五蘊，也就是色、受、想、行、識的聚散離合。所以佛教的修行從一開始就講究要破除我執，因為根本沒有我嘛。那麼好，現在聰明的你可能就看出了佛教裡面的一個 bug 了，就是無我和業報這兩個佛教的基本設定是互相矛盾的，對吧？既然無我，那麼誰要為自己造的業負責呢？如果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作為主體的我，那昨天造業的是誰？今天受報的又是誰？輪迴的主體又是誰？如果修行成功，跳出輪迴的到底又是誰呢？如果連我都不存在，憑什麼要我為我現在的行為負責呢？這就是本期大問題節目要探討的佛教哲學的大問題：無我與業報之間的關係難題。那本期節目接下來會向你詳細介紹無我與業報這兩個佛教的基本設定，然後需要你來評一評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基本設定究竟是無我這個設定錯了，還是業報這個設定錯了？或者你堅信佛陀給出的這兩個基本設定都沒錯的話，那就需要為他們打一些補丁來升級佛教哲學，使得這兩個設定能夠彼此對接得上。因此本節目還會介紹4個佛教派別的哲學思想，分別是犢子部、精量部、唯識宗以及中觀派的哲學思想，來修復無我與業報之間的關係難題。而這個佛教的思想一般都比較深奧啊，本期節目盡量把它講明白，大家可以把佛法無邊打在公屏上。好，接下來我們首先來介紹無我這個設定。這很多人一聽到佛教的無我，這第一反應都是，這不是虛無主義嗎？什麼我不存在？那每個月還房貸的是誰？啊，周末躺在沙發上打遊戲的又是誰？先別急啊，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誤解啊，就佛陀並不是在主張虛無主義啊，他真正反對的是把我理解成一種獨立存在的實體。所以想理解無我，我們首先得知道佛陀當年到底在反對誰。在大約2500年前的古印度，主流思想之一是婆羅門教啊，這也就是佛教最重要的思想對手之一啊。婆羅門教有一個核心設定，他們認為在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一個永恆不變、獨立存在、能夠主宰這副身體的靈魂。梵語音譯叫做阿特曼，或者意義叫做真我。我們可以把這個真我理解為加強版的笛卡爾所謂的心靈實體，它獨立存在，是實體，並且對身體有控制能力。這個真我就相當於我們這台肉體機器裡面的最高權限的管理員啊，或者躲在屏幕後面操縱手柄的那個真正的玩家。身體會衰老，會死亡，但這個靈魂不會壞，它會離開這具身體，再進入下一具身體繼續存在。而佛陀提出無我，就是在直接反對這種設定。佛陀的回答很乾脆啊，就是別找了，這台機器裡面呢根本沒有一個獨立的駕駛員。在佛陀看來，我們日常所說的我，並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而只是5種身心要素暫時聚合而成的過程。佛教把這5種聚合要素稱為五蘊，而蘊的意思也就是 aggregates， 也就是聚合的意思。那哪5種聚合要素呢？也就是色、受、想、行、識這5蘊。所謂色蘊啊，你看這個英文翻譯就是 matter， 就是物質的意思，就指一個人的肉體和物質層面的構成。受蘊 feeling 是指一個人的感受，比如說感到苦或者感到樂之類的。想蘊 perception 是指一個人對事物形狀概念的辨識與認知啊，比如認出這是個蘋果啊，那是一根香蕉。行蘊 volitions 是指各種心理活動和意志衝動啊，尤其是會推動行為的那些傾向。識蘊 consciousness 是指一個人最基本的識別和覺知的意識活動。好，那既然我們口中所謂的我是由這5蘊暫時聚合而成的，那麼佛陀就借着這5蘊來論證自我並不存在。這個論證出自《無我相經》啊，這個《無我相經》是釋迦牟尼在成佛以後第2次說法時對五比丘講的經文啊。在講了《無我相經》後，五比丘有4人即時證得阿羅漢果，並從諸煩惱解脫。《無我相經》也被稱為是五蘊皆空經，因為這部經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借由論述五蘊皆空，從而論證得出自我不存在。那佛陀是怎麼論證的呢？後世學者把佛陀的論證整理成了如下形式化的論證啊，叫做基於控制的論證，也就是如是我聞。前提是，如果經驗中的某個構成部分，也就是五蘊中的某一項是自我，那麼它就應該能夠被主體完全控制。比如，你可以命令它啊，讓我的身體一直這樣，不要變成那樣。
前提二是，但五蘊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被主体完全控制啊，比如我不能控制我是否感受到快樂或者痛苦啊，这是不能控制受，或者我也不能控制想，比如你不能控制你的大腦此时不要去想那头粉红色的大象，对不对？那麼由此得出結論一，因此五蘊中的任何一項都不是自我。此时再引入前提三，如果存在一個自我，它就必須能夠在五蘊之中被找到，最終得出結論二，因此自我並不存在。論證完畢。那對無我還有一個經典的論證，這個論證出自《彌蘭陀王問經》。這部經記錄了公元前2世紀統治印度西北部的希臘裔國王彌蘭陀與佛教高僧那仙比丘之間的對話啊，這個對話也很有希臘哲學味兒啊。這個彌蘭陀王是希臘人嘛，他提出的問題是基於希臘哲學的理論假設，而那仙比丘的論證也體現出了柏拉圖式的哲學的特點。這兩人拿戰車打比方來類比自我，就說一輛戰車看起來它很完整很威風，但如果你把輪子拆下來，把車軸抽掉，把方向盤卸掉，最後地上只剩下一堆零件，那請問戰車本身到底在哪裡？答案是戰車只是我們為了交流方便而給這一組特定排列的零件取了一個名字，沒有任何一個零件叫做戰車，也沒有任何一個游離在零件之外的戰車實體。這個論證要說明的就是像戰車這樣的複合對象並不是獨立自存的實體。那既然如此，由五蘊聚合而成的自我當然也不是一個獨立實體。你把五蘊拆開，你找不到任何一個部分可以單獨叫做我，把它們合在一起，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個獨立於它們之外的我。這就是佛教所說的無我。不過呢，這也並不意味着像日常語言裡面的人、我、戰車這些詞就完全沒有意義了。佛教認為啊，這些都是出於世俗交流之便而成立的假名，也就是說呢，這些詞可以用，但不能被誤當成獨立存在的實體。其實做過瑜伽修行的朋友應該能體會到啊，就是我們的身體裡面哪有一個我呢？我們都是由骨骼、關節、經脈以及各種亂竄的雜念，以及萬千汗毛孔、屎尿屁構成的這麼一個因緣聚合。上一秒的這個汗毛孔和屎尿屁的聚合，和下一秒的聚合又不一樣，這裡面哪有一個恆常不變的我呢？好，介紹完佛教裡的無我設定，那問題不就出現了嗎？既然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我，那麼昨天造下的業會在明天結成誰的果呢？既然無我，那到底是誰在修行？修行成功以後，到底是誰跳出了輪迴了呢？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解釋一下佛教中講的因果業報究竟是指什麼。大家經常在網上看到啊，就是一個壞人遭殃了啊，彈幕裡面會飄過滿屏的這就是業力啊，或者英文會說 Karma is a bitch， 對吧？我們很多人啊都會把業力理解為老天爺的懲罰啊，好像天上有一個拿着死亡小本本的老天爺啊，你幹一件壞事他就給你扣1分，攢夠了呢就會降下天罰。但是這種對業力的理解啊，其實是錯的啊。這個業力 Karma 根本就不是指報應的意思啊。在梵語的語境裡面啊 ，Karma 的字面意思非常簡單啊，它指的僅僅就是行動的意思。而這種行動是一種原因，而人們口中所說的那個最終會砸在你頭上的報應，在佛教裡面另外有專門的詞啊，叫做果報。這就是說呢，業力只是你扔出去的回旋鏢，而果報才是那個回旋鏢爆你頭的那一下。那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啊，到底是什麼樣的行動才算得上是能夠產生後續果報的卡瑪呢？在古印度啊，早於佛教的傳統觀點認為，只要你做了動作，就會產生業力，產生卡瑪。啊，比如說你無意中踩死了一隻螞蟻，對不起，你造了殺業，下輩子準備當螞蟻吧。但佛陀出場以後呢，就把這種古印度的傳統業力觀做了修改升級。佛陀在經典中留下了一句極其著名的話，那就是“比丘們，我說意圖即是業力”。什麼意思呢？就是佛陀認為啊，業的核心根本不是你的肢體動作，而是你大腦裡的動機和意圖。比如你走在路上，因為沒看清啊，無意識的踩死了一隻蟲子啊，因為你並沒有殺意，那這個動作呢，幾乎就不會產生什麼強烈的道德業力。但是如果你今天坐在電腦前當鍵盤俠，哪怕你的手根本就沒摸到對方，但你心裡面充滿了惡毒的詛咒，瘋狂的想用文字毀掉一個人，那麼恭喜你，你就已經開始瘋狂造業了。而且啊，千萬別以為這套系統只管你這輩子的因果業報啊。根據佛教哲學的設定，我們所處的宇宙根本不是一個單機版的平層地圖，而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多層立體沙盒矩陣。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六道輪迴。就是佛教認為，一個眾生死後，並不是簡單的徹底消失，也不是有一個永恆的靈魂原封不動的搬家，而是由業力推動，形成下一次生命狀態。不同的生命狀態包括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惡鬼道和地獄道這6種啊，所以叫做六道輪迴。他們的運行環境和受苦級別完全不同，而你的每一次造業
不僅僅是在影響你明天的運氣，更是在瘋狂修改你在這個更龐大的系統的信用積分。比如一個人這一生極度殘忍，喜歡虐待動物，甚至以折磨生命為樂，那麼這種行為就會不斷強化他的嗔恨、殘暴和無明。那等到他死亡的時候，他的業力種子並不會隨着他肉體的消亡而一起清空，而是會自動匹配到六道輪迴中對應的一層，比如墮入畜生道，讓這個人下輩子投胎成了經常被惡人虐的一隻貓。這就是佛教所講的轉世。而佛教的修行呢，就是要跳脫着六道輪迴，最終達到涅槃的境界。六道輪迴的世界叫做此岸或者苦海，六道輪迴之外的世界叫做彼岸，這也就是所謂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關於這個因果業報和六道輪迴的設定啊，這聽起來就比較玄乎了，因為它預設了一些科學上不可證偽的設定。因此呢，今天有很多佛教哲學的研究者認為應當把業報和轉世這樣的學說從佛教哲學中剔除出去。但是呢，歷史上也有很多高僧大德也為業報和轉世的理論提供了論證這些論證也還是蠻雄辯的比如佛教邏輯學家法稱做出的論證，被後世學者整理為如下形式化的表達，叫做意識相續的因果論證。這個論證呢，通過同類相生的因果閉環原則，推導出了意識在嬰兒出生之前就存在。前提一是，任何事物產生均需要依賴其同類型的原因，也就是近取因。比如物理事件的近取因只能是先前的物理事件，意识事件的近取因只能是先前的意識事件。前提二是，婴兒在母胎或出生時產生的第一剎那意識是一個確鑿的意識事件。前提三是，父母的精卵結合僅為純粹的物理事件，物理事件呢可以作為意識產生的輔助條件也就是具有緣，但不能作為意識事件的近取因生出意識。最終得出結論說，因此嬰兒的第一剎那的意識必須由一個嚴格先於他的同類的意識事件作為近取因引起的，因此存在先天的意識事件。論證完畢這個論證跟柏拉圖的有個論證特別像法稱等佛學家通過這樣的論證，就論證了輪迴是存在的，而且下輩子我重生成什麼樣就取決於我這輩子的表現。法稱甚至認為就如果修行程度高了，通過高度的禪定修習，人類的認知能力可以得到擴展，從而開發出天明眼這樣的高級直接知覺能力。開了天明眼就能直接看到眾生在死後和生前的狀態。好，現在我們介紹完無我以及介紹完因果業報了我們之前也說了，這兩個設定看起來是矛盾的，就是如果無我是成立的，業報是報到誰的頭上？如果修行成功的話，那個跳出六道輪迴的到底是誰呢？所以呢，或者就是無我这個設定錯了，或者就是業報這個設定錯了。當然，如果你堅信這兩個設定都是沒錯的話，那你就需要為他們打一些補丁來升級佛教哲學，使得這兩個設定能夠對接得上。那接下來要介紹的4個佛教派別的思想，就是來打補丁的。好，我們首先來介紹犢子部的思想。犢子部就是佛教史上第一個明確指出無我與業報之間存在兩難的門派。犢子部是早期佛教的主要分支之一，名字來自於創始人犢子長老這可不是罵人的話這個名字是意義意思就是牛犢的意思，而牛犢在古印度是很神聖的動物。犢子長老敏銳地指出，如果沒有一個修行的主體的話，那誰來記住昨天的仇恨？誰來承擔明天的痛苦？如果只有純粹的碎片，因果系統根本無法運行。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犢子部提出了一個在當時驚世駭俗，但完美的契合當代心靈哲學的理論。他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補特伽羅翻譯過來就是人我或者個體的意思。那怎麼來理解這個補特伽羅呢？我們可以引入當代心靈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說，那就是湧現論。這個湧現論認為當一堆底層的簡單的零件以某種特定的複雜結構組合在一起時，就會湧現出一種全新的高級的屬性，而這種高級的屬性是那些底層的零件根本不具備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水。我們知道氢原子是氢原子，氧原子是氧原子，它們組合在一起就變成了 H2O， 於是就湧現出了濕潤的屬性。請問氫原子是濕潤的嗎？氧原子是濕潤的嗎？都不是。但當它們組合在一起時，濕潤這個全新的物理狀態就湧現出來了。同理，犢子部提出的補特伽羅就是佛教哲學裡面的湧現論。他們認為是的佛陀說的對，拆開來看，我們確實只有色受想行識這5蘊沒有一個獨立存在的靈魂實體。
但是，當這五蘊精密地結合在一起，高速運轉的時候，就會湧現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能夠承擔道德責任的整體實體。而這個湧現出來的宏觀主體，就是補特伽羅。獨自部打了個比方，就是木柴與火焰，五蘊是木柴，補特伽羅是火焰。火離不開柴，此為不異。但火擁有發光發熱的能力，這絕對不是來自木柴本身啊，此為不一。那五蘊與補特伽羅的關係，就好像木柴與火焰的關係一樣，是一種不異又不一的關係。因此，獨自部自豪地宣布 ：bug 修復完畢。那個承受因果報應、跨越生死輪迴的，既不是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實體，也不是那一堆碎玻璃一樣的五蘊零件，而是在這個五蘊之上湧現出來的真實存在的補特伽羅。是補特伽羅把業力牢牢綁定在一起，帶向了來生。獨自部的這個理論是如此符合人類的直覺和邏輯，以至於獨自部一度成為了全印度信徒最多的佛教派別。你認為獨自部的這個方案成功的補上了佛教的這個 bug 了嗎？不過在接下來要登場的精量部看來，獨自部的這個方案分明就是披着馬甲的婆羅門教。獨自部的這一通操作呢，不過是把婆羅門教的真我換了個名字，叫補特伽羅，又塞了回來。好，接下來有請精量部登場。這個精量部是早期佛教中極具批判精神和理性色彩的一個流派，他們不滿沉溺於繁瑣的經典體系，認為這些擴充之後的經典背離了佛陀的初衷，主張回歸佛陀本人所說的經的本意啊，所以叫做精量部。精量部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佛教界的一個理論大神，就是世親菩薩，他就對於無我和業報之間的關係給出了全新的解決方案。世親菩薩先是看了獨自部的解決方案啊，直搖頭。這個佛陀明明教導我們無我，而獨自部為了解釋因果，怎麼又把自我換了個馬甲給請回來了呢？這不就是退回到婆羅門教的真我的老路上了嗎？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啊，就是即便拋開教派義理的分歧啊，這個獨自部的方案啊，其實也並沒有真正解決 bug 嘛。獨自部所提出的自我，也就是那個在結構裡湧現出來的補特伽羅，也並不能夠在時間之流中保持自我同一性啊。什麼意思呢？就是因果報應要追蹤一個人的自我啊，是要追蹤在不同時間段都能夠保持同一性的自我，就是報應別報錯人嘛。而在獨自部看來，自我就是火柴上的火焰，哪怕我們姑且承認這個理論啊，但火苗每時每秒都在發生變化，那怎麼保證上個時間點的我和下個時間點的我的同一性呢？怎麼保證下輩子受到果報的那個自我和上輩子造業的那個自我是同一個自我呢？為此呢，世親菩薩給出了另一套修復 bug 的解決方案，總結成一句話說就是乾脆放棄跨時間的同一性，而只要因果連續性。這個因果報應啊，根本不需要追蹤一個實體的人，它追蹤的僅僅是一條因果流水線。這什麼意思呢？這就得提到一個概念啊，叫做心相續。也就是說呢，在精量部看來啊，這個意識啊，並不是一個實體，而是由一個個離散的瞬間生滅的心剎那組成的一個連續的幻燈片啊，一個心理連續體。這個東西就被稱為是心相續。也就是說呢，如果佛陀把我們看作是無人駕駛汽車，獨自部啊就把我們看成是火柴上的火苗，而精量部就把我們看成是沒有明確邊界的電影。只不過呢，我們誤以為可以把其中一段切下來，起一個統一性的名字，叫做自我。這裡有一個核心的因果法則，叫做等無間緣，就是每一個瞬間的意識在消亡的同時，會把它的全部能量和信息，包括業力種子，毫無保留地傳遞給緊接着的下一個且僅限一個的意識瞬間。也就是說，意識的帶寬是單向且單一的，是一對一傳遞的關係。在同一個心相續中，不可能在同一剎那同時升起兩個獨立的主意識。為了讓大家聽懂啊，世親菩薩打了一個非常巧妙的種子與果實的比方，就說一顆種子發芽、長葉、開花，最後在未來結出蘋果。你想啊，最初的那顆種子和最後結出來的那個蘋果是同一個東西嗎？顯然不是啊，在物理形態上，它們早就變了。但是蘋果的酸甜苦辣完完全全是由那顆種子決定的，所以呢，你並不需要借助一個自我去携帶業力，業力就直接存在於這條不斷演化的因果鏈條裡。你前世所做出的行為都會作為一種種子留存在這條心相續中。那麼當死亡發生時，肉體消亡，但這股帶有種子潛能的心相續並沒有斷裂，而是繼續向前演化，並投射出下一個生命形態。
因此，前世的甲和今生的乙的關係是，乙是甲的心相續，在吸收了甲的所有業力種子後，在今天演化出的最新截面。它們不是同一個實體，但乙完全是由甲的因果鏈條塑造出來的。那具體到生死輪迴業力的這種機制是怎麼運作的呢？精量部把業力分成了2路大軍：引業和滿業。引業決定了你下一生的基本輪廓或物種類別相當於決定了你下一輩子的底層大綱。就是在你臨終的瞬間，你意識流裡最強烈的那個業力種子會滲出，它負責把你投射到一個新的物種類別裡面。比如說，它決定你下輩子是投胎做人還是做貓。而滿業是負責其他各種非決定性的業力傳遞負責填充下一生的具體細節，比如壽命長短、健康狀況、性格特徵這就是細節填充。比如，雖然引業決定你下輩子是做貓，但滿業負責其他大大小小的業力種子，會決定你是一隻經常被虐的流浪貓，還是被富婆收養、天天吃高級貓條的布偶貓。好，我們說回來我們可以用點蠟燭來比喻精量部認為的轉世過程。第一根即將燃盡的蠟燭點燃了第2根新蠟燭，這個火苗雖然不是同一個火苗但因果能量的傳遞是絕對單線、精準對接的。所以呢，咱們總結一下精量部的解決方案的核心邏輯就是：前世造業的甲和今生受報的乙，既不是完全相同的同一個人，也不是毫無關係的陌生人。乙就是甲的意識流，在吸收了所有業力代碼之後，在今天演化出的全新版本。好，介紹完精量部的解決方案，你覺得這個方案成功的填補了無我與業力之間的 bug 了嗎？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就是提出這個方案的世親菩薩本人自己後來又否認了這個方案。他後來作為唯識宗的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從而提出了新的方案。好，接下來有請唯識宗登場。這裡插播一段節目說明我們這個大問題 Dialectic 節目不是一個哲學科普節目我們這裡不教授哲學大問題節目呢，更多是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會關心或者困惑的大問題為立足點，用哲學或者相關學科的經典觀點進行梳理這是個哲學家開會爭論的節目目標呢是讓觀眾更清楚的思考與表達。不過呢，如果您因為咱們這個大問題節目對哲學這門學問感上興趣了，想要學一學哲學，歡迎報名參加我專門開設的哲學課程，100個哲學大概念，開悟人生。這門課程呢，就是專門教授哲學的啦。這門課程用100講來講明白、講透西方哲學中經典的100個哲學概念或者命題大家這裡可以暫停截圖我展示的這個課程表看看這100個哲學命題有沒有你感興趣的。這門課程的報名地址就在置頂評論那裡。只要能從頭到尾看完這100講的哲學課，能讓你看透世界、理解人性、開悟人生。好，介紹完我的哲學課，接下來我們繼續下半場的大問題研討會。世親菩薩這一生的思想發生過轉向，在這點上呢，很像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我們知道維特根斯坦晚年寫的《哲學研究》就反對他自己早年寫的《邏輯哲學論》的理論。世親菩薩也是他早年就有非常出色的學術成就，編纂了佛教史上最偉大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俱舍論》，在其中呢，悄無聲息地用精量部的思想批判了當時佛教的主流觀點。但是後來在他哥哥無助的勸導下，發生了著名的回小向大也就是從小乘佛教的立場轉向了大乘佛教的立場。世親最終成為了新的唯识宗的創始人之一，反對他自己早年的觀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僧也就是玄奘法師也是屬於唯识宗這一派的。那唯识宗是怎麼解決無我與業力之間關係難題的呢？這唯识宗首先評價說就說精量部的這一套心相續的方案，當然就已經比獨自部的高明多了。他成功的避開了一個常住不變的我，也解釋了為什麼前世造業、今生受報，並不需要一個靈魂像行李箱一樣被打包送到下一世可是精量部還有一個邏輯漏洞，什麼邏輯漏洞呢？就是我們生老病死難免有喪失意識的狀態，對吧？你精量部你說投胎轉世是因為背後有一個意識之流，有一個心相續，可是萬一意識斷了呢？那這種情況下，投胎轉世怎麼運作呢？哪怕不考慮失去意識這麼極端的場景就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潛意識的案例，對吧？我們每個人都經驗過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很多東西明明不在你此刻的顯意識裡邊，卻穩定的塑造着你你的習慣、你的性格、你的偏好、你的創傷、你的執念、你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是每時每刻被你清清楚楚的意識到的，但是他们又實實在在的在場。那這種潛意識是在意識之流下面，像一個龐大的後台系統，持續的影響着前台的每一次運行的。再其次呢，精量部的理論也不全面，
不全面在於呢，他沒有解釋啊，就如果自我只是錯覺，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會產生這種錯覺呢？這種錯覺的產生機制又是什麼？所以呢，唯識中指出啊，就如果你只講一個個顯現出來的新剎那怎麼借力啊，你其實並沒有真正解釋清楚那些沒有顯現到前台的業力種子到底存在哪裡，那些持續不斷的性格傾向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更關鍵的是，那種把某種東西誤認為一個我的錯覺，為什麼能夠如此穩定的、自動的跨越一生又一生的反覆出現呢？於是唯識宗把解決方案再次升級了。就如果說精量部把人看作一條不斷延續的電影膠片，那麼唯識宗會說不對，光有膠片還不夠，你還得加上後台緩存區，以及一個一直偷偷把一切經驗貼上這是我在經歷標籤的自動犯錯系統。這就是唯识宗著名的時轉變理論。就是在唯識宗看來啊，意識的運作至少可以分成3層。第一層叫做現行识，它有6個類型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眼耳鼻舌身意這6識，也就是我們平時看見、聽見、思考、判斷、情緒波動、做決定的前台意識活動。第2層是阿賴耶識啊，這個東西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後台存儲層，這有點像這個潛意識和無意識的混合體啊。但這個阿賴耶識它不是弗洛伊德式的那種裝滿壓抑慾望的黑箱啊，而更像一個因果存儲層，一個種子倉庫以及業力數據庫。就過去所有的行為、語言、念頭留下的種子和訊息都沉積在這裡。它平時並不一定顯到前台啊，但會在條件成熟時重新現形，變成未來的意識經驗。第3層叫做末那識，也就是污染意。這個東西特別關鍵啊，因為他的工作就是持續不斷的把阿賴耶識執着成我。這個末那識就像一個自動運行的錯誤程序，時時刻刻在後台幹一件事兒，就是把本來只是因果流轉的意識流誤認成一個實實在在自我同一可以當做主人的我。唯識宗認為，這個末那識總是伴隨着4種煩惱：我見、我癡、我慢、我愛。末那識就是我執製造機。注意哦，唯識宗並不是簡單的說這3層是並排擺在那裡啊，它重點是說這3層會互相熏染、互相生成，構成一個不斷自我複製、自我強化的因果閉環。那具體怎麼運作呢？就是當你在前台起了一個念頭，做了一個行為啊，比如說你有意識的欺騙了別人，或者有意識的幫助了別人，這些現行時的活動啊，尤其是其中帶有意圖的部分，就會反過來在阿賴耶識裡面留下新的訊息。但這些訊息呢，它並不是一種啊，而是分成2類。第一類叫做藝術習氣，這種訊息管的是以後你會成為什麼樣的生命。這個藝術習氣負責讓過去的業在未來下一個生命裡面成熟，形成新的果報。說白了，它負責的是再生的輪廓啊，比如你會投生到哪裡，身體如何，壽命長短，環境好壞，這些大的方向主要就靠藝術習氣。第2類叫做等流習氣。這種訊息管的是以後你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啊？它不是讓你再出生一次啊，而是讓某種心理傾向、性格模式、認知偏差，無論在這一生還是在下一世，一路延續下去。你過去反覆做什麼、想什麼，你會繼續形成同類的心理慣性。比如你經常憤怒，就會越來越容易憤怒啊；經常欺騙，就會越來越擅長欺騙；經常慈悲，也會越來越自然的慈悲。說明一下，唯識宗說的熏習的2種作用機制啊，這聽起來好像和之前精量部說的引業和滿業這2種作用機制很像啊，但2者的重要區別是，精量部說的引業和滿業這2種作用機制僅僅在你轉世投胎的那一剎那發揮作用，而唯識宗說的2種熏習的作用機制是隨時隨地都在發揮作用，隨時隨地都在後台給你的業進行積分。那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唯識宗比精量部多說出了一層極其關鍵的東西，就是業報延續下去的不只是苦樂報應本身，還包括你這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方式，以及誤把自己當成一個實體的方式。那這就厲害了，因為這樣一來，它不光解釋了為什麼你會投到下一世，還解釋了為什麼你到了下一世還會帶着某種熟悉的性格輪廓、某種習慣性的認知偏差、某種頑固的執着方式。有人上輩子是一頭倔強的大象，那這輩子就是一個倔強的人。也就是說呢，輪迴在唯識宗這裡呢，已經不再只是生命形態的連續，而是一整套心理結構的連續。那到這裡呢，有人可能會質疑啊，那這不還是很像一個靈魂嗎？這個阿賴耶識不就是偽裝成無我的靈魂小號嗎？這個唯識宗對此的回應是，並不是。
為什麼不是呢？因為阿賴耶識雖然是連續的，但它不是常住不變的，它每一剎那都在變化，每一剎那都在吸收新的訊息，吐出新的現行。它不是一個硬邦邦的核心實體啊，而是一個持續變動的因果背景層。它的同一性不是實體同一性，而只是因果相續。如果非把這其中的某一段截下來啊，說這是你的自我，或者說這一段和那一段是同一的，都是沒有道理的。我们看啊，唯识宗的這個思路就非常漂亮啊。這個精量部說，你不是一個穿越時間的實體，你只是一條因果流。那唯識宗說，這還不夠，你不只是一條因果流，你還是一套分層運作的因果流。前台的顯意識是一層，後台存儲種子的阿賴耶識是一層，持續制造我執的末那識又是一層。這個輪迴啊，不只是前一剎那把接力棒交給後一剎那，輪迴還是後台數據庫的不斷積累，後台標注系統的不斷誤認，前台界面不斷被重新渲染的全過程。在唯識宗看來，輪迴的根源不僅僅是業，還包括值日。好，介紹完唯識宗的解決方案，那正當唯識宗為自己提出的精妙的解決方案而洋洋自得的時候，接下來要出場的中觀派就說了，就你們為什麼非得要找一個穿越前世今生的那個東西呢？啊，無論是犢子部的補特伽羅，還是精量部的心相續，還是唯識宗的那個阿賴耶識，都是在找這個穿越時間的東西。這名字當然是越來越高級，理論當然是越來越精密，但在中觀派看來啊，為了修復一個 bug， 那整個系統都被你們寫成史山代碼了。好，接下來有請中觀派登場。前三派面對無我和業報之間的兩難呢，他們給的解決方案啊，更多是在無我這一端進行修補，而試圖找到一個不是自我，但又具有某種實體性的東西，而用它來和因果業報對接起来啊。那這時候呢，這個中觀派的創始人龍樹菩薩則認為，前三派考慮問題的思路啊，從一開始這個方向就點歪了。前三派的默認一定有某個隱藏的承載者，像快遞盒一樣，把業力從上一世打包送到下一世。但是中觀派則認為，壓根兒沒有這種東西。這裡呢，就要提出中觀派的一個關鍵思想了，那就是空。這空就是指呢，世間萬物都是沒有自性的，是空自性的。那什麼是自性呢？簡單說啊，就是一個東西獨立自存，不依賴其他條件，靠它自己就能成立的本質。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西方哲學裡面講的實體。中觀派認為，世間萬物都不是可以獨立自存的實體。萬事萬物都是沒有自性的，那所謂的自我也是沒有自性的，也是空的。包括前三派找出的補特伽羅、心相續和阿賴耶識也都是空的。那在這個意義上呢，中觀派是嚴格堅守佛陀提出的無我的設定的，自我是空的。好，那麼既然自我是空的，那麼中觀派是怎麼解釋無我和業報之間的兩難的呢？聽好嘍，中觀派認為佛陀給出的無我和業報的這兩大設定啊，並不矛盾啊。有人之所以覺得矛盾啊，是因為你們還沒有修行達到佛和菩薩的境界。那中觀派的創始人龍樹菩薩指出啊，這兩個設定非但不矛盾，恰恰是因為無我，因果業報才得以可能成立。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反直覺啊，我們慢慢說啊。龍樹用歸謬法反過來假設啊，就假設自我不是空自性的話，就像前三派提出的有實體性的東西存在的話，那麼它反而進入不了因果輪迴。換句話說呢，如果一個東西它自性不空，固守自體，那麼它就無法被因果之鏈觸動。為什麼呢？大家想啊，什麼是因果呢？因果就意味着變化，也就是一個東西從沒有結果到產生結果，從沒有影響到發生影響，從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可是，如果一個東西真的有自性，真的固定不變，真的不依賴任何條件，那它又怎麼變化呢？它怎麼受影響，又怎麼影響別的東西呢？換句話說，如果一個東西是絕對獨立的，它就不需要任何條件；但它如果不需要任何條件，它就不會被條件改變；如果它不會被條件改變，它就不能參與因果。大家想啊，如果一切東西都有固定不變的自性，那世界反而會變成一塊死硬的鐵板。你做了什麼不會改變你，別人對你做了什麼也不會影響你，修行不能轉化你，惡業不能污染你，善業也不能改善你，因為任何東西都已經被自己的自性鎖死了嘛，還談什麼業報，還談什麼修行，還談什麼解脫呢？這就是龍樹非常關鍵的洞見，空並不會破壞因果，而恰恰是自性會破壞因果。所以龍樹認為，真正能讓因果成立的不是自性，而是緣起。龍樹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這也就是佛教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說法，就是缘起性空。就是說呢，世間萬物都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不由自主的，没有自性的，瞬息萬变的聚合体，因缘聚合的過程。真正能讓因果業報成立的是缘起，因此業力的傳遞是不需要一個有自性的載體的。在農叔看來啊，前三派之所以試圖要為業力的傳遞找一個載體，恰恰是因為他們認為業力是一個東西，而這個東西需要存儲在一個容器裡面才能傳遞下去。但是在農叔看來，業力壓根兒就不是一個東西，業力也是空的，也是沒有自性的。業力也是依賴很多條件而成立的緣起性空的過程，其中有行動者，有意圖，有行為，有对象，有心理狀態，有後續影響，有相續關係，有成熟條件等等等等。離開這些因緣條件，就沒有一個單獨存在的業力本體。正是因為業力是空的，沒有固定不變的自性，它才能變化，才能延續，才能在不同的因緣條件下顯現為果。那有人聽了中觀派的思想啊，自我是空的，業力是空的，萬事萬物都是空的，那也許有人就會質疑啊，那這意思是不是空反而是世界萬物的本質呢？那這樣的話，你們中觀派剛說完萬物都不真實，然後又把空當成了一個最真實存在的東西，那你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農叔回應說，空並不是真實存在的東西哦，萬事萬物是空的，就連空本身也是空的。龍樹說，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這次就是說呢，如果你把空都當成了一個東西去執着，那連佛都救不了你了。空只是一個工具，不是終點。空是用來破除對實有執着的工具。空的作用呢，是破有執。但如果你轉而執着空，那你就從有執掉進了空執。這就像你生病了要吃藥，病就是有執啊。那結果你病好了以後還繼續吃藥，把藥當飯吃，那你就會生新的病了。空是藥，不是糧食。好，這個中觀派的思想比較複雜啊。說到這裡呢，我們可以先暫停來總結梳理一下。在中觀派看來啊，前三派面對無我與業報無法對接的兩難呢，都是在無我這一端進行修補，試圖找到一個不是自我但又具有某種實體性的東西用它來和因果業報對接起來啊。這中觀派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這三派提出的用來替代自我的東西都是空的。那麼中觀派提出的解決方案，那是不是反過來轉而從業報這一端進行修補，讓它來和無我對接起來呢？也不是，因為業力也是空的。中觀派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空自性的，無我和業報這兩個設定都是空的。好，如果無我和業報這兩個設定都是空的，那麼我們怎麼從道理上說清楚因果業報是怎麼作用到無我之上的呢？龍樹菩薩認為說不清楚，這個萬事萬物都是緣起性空的。那如果非得要用日常語言完全描述清楚其中的奧秘的話，是做不到的。這就有點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了。所以呢，後世學者認為龙樹菩薩的思想呢是一種缄默主義 （Quietism），就是要懸置掉一切形而上學的判斷。典型的缄默主義的論斷就是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那句：“對於不可言說的東西，我們應當保持沉默。”那同樣呢，龍樹菩薩也認為，關於因果業報是怎麼作用到無我之上的，我們是用語言說不清楚的。但你一旦修行達到了佛和菩薩的境界，你自然就能悟到其中的奧妙了。那有人聽了可能還是會質疑就是如果像你們中觀派說的萬事萬物都是空的，語言也說不清楚因果業報是怎麼作用到無我之上的，那我們的語言還能描述啥呢？進一步而言，那如果業報也是空的話，我們為什麼還要修行呢？我們為什麼要行善避惡？為什麼惡人要為惡行承擔道德責任呢？針對這一點質疑呢，中觀派的中期代表人物月稱菩薩就要來回應了。我們要知道這個中觀派的思想中有一個重要的區分，也就是聖義諦 （Ultimate Truth） 和世俗諦 （Conventional Truth） 這二諦的區分。二谛呢，就是兩種真理。聖義諦就是佛菩薩聖者所明白的道理，世俗諦就是世俗人明白的道理。那從聖義諦的角度看，萬事万物都是沒有獨立自存的自性的，自我是空的，業力是空的，空本身也是空的。在聖義諦的視角上，我們是無法用人類的語言描述清楚因果業報是怎麼作用到無我之上的。但你一旦修行到佛和菩薩的境界，自然就悟了。但是呢，除了從聖義諦這個佛的視角出發看問題，我們還可以從世俗諦的角度出發看問題，也就是從日常語言、社會約定、倫理實踐這種老百姓約定俗成的視角看自我是可以存在的，業力也是可以存在的我們的日常語言當然可以說張三造了業，張三受了報，李四欠了錢，李四要還一個人做了殘忍的事情，他要承擔後果，一個人修行他會發生變化。就這些日常語言的說法它並不是幻覺，也不是騙人的。
在這個二諦的區分的意義上，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待佛陀的無我的設定啊，就說既然無我，那麼我們為什麼總會有一種自我存在的感覺呢？這個自我啊，並不是完全虛假的幻覺啊，而作為一種假名而存在，或者作為一種依他施設而存在。而這裡的依他施設這4個字的意思啊，一定要搞清楚啊，它不是說啊，其實根本沒有人格或者自我啊，我只是一些幻覺，而是說自我這個概念啊，就像公司、球隊、大學、婚姻那樣，是在一整套因緣聚合的依賴關係上被發明出來的說法。對吧？公司並不是某個員工，也不是全體員工的機械相加，也不是员工之外另有一個公司靈魂。但你並不能说公司不存在啊，對吧？工資是他發的，合同是他簽的，債也是他欠的，自我也是一樣。它不是自性實體，但它也絕對不是一句它是假的就能被抹除掉的。而這就有點像當代美國哲學家丹尼尔·丹尼特說的：“自我是敘事重心。”這個所謂的重心啊，那並不是物體裡面真的藏着一個叫做重心的小零件啊，但它也並不是完全沒用的幻覺，它是我們為了方便的描述一個物體如何運動而設定出來的抽象的點。同樣，在中觀派看來啊，自我是在五蘊、行為、記憶、語言、關係、社會實踐這些條件上被發明出來的，所以它是在世俗層面完全成立的，它是世俗上有用而且不可或缺的類別，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方便的職稱。那這種方便的職稱雖然不是真實存在的，但不應該被砍掉，因為一旦被砍掉啊，很多東西就會一起坍塌掉。那自我作為一種假名或者依他施設，有哪些作用呢？第一，自我能保留主語這個位置，就你當然可以分析說啊，一個所謂的人只是五蘊的因緣聚合啊，沒有一個獨立的作者躲在後面發號施令。但如果你連張三打了李四，王五撒了謊啊，我昨天答應了你一件事兒，就這種世俗的說法就全部作廢掉的話，那我們就根本沒法說話了，對吧？如果你連誰做了什麼都說不清楚，更說不清楚什麼後果會落到誰頭上。所以中觀派不是要取消掉行動者，而是拒絕把行動者實體化。第二，自我能保留倫理功能。這個月稱菩薩就特別在意一件事兒啊，就是有些人啊，一聽到無我啊，就會立刻滑到啊沒有未來、沒有來世、沒有果報、沒有什麼值得在乎這樣的斷滅論裡面啊，或者用現在的話說叫做虛無主義，對吧？對於這種人呢，這個佛法啊，反而要先給他們一個可操作的自我。而這倒不是為了恢復形而上學的靈魂實體啊，而是為了建立一種最基本的實踐意識，就是你現在幹的事兒啊，未來真會落回到你這條相續之上的啊。那這種被發明出來的我呢，它有一個重要的倫理功能，就是讓人把自己的行動放進我將來會承受其結果的框架裡面去理解，從而形成最起碼的自我約束和倫理關切。第三，自我的作用還在於它保留了修行的入口。就如果一個人剛剛開始入門修行佛法，你就直接給他講最深的無我啊，講空自性，這並不能幫他開悟，反而讓他從一開始就完全聽不懂，反而讓他放棄了修行之路了。這個修行呢，需要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階梯的。而這就像我們上這個小學的時候啊，老師給我們描繪原子啊，會把原子畫成一個小太陽系啊，原子核作為一個球在中間啊，電子呢也是像小球一樣繞着原子核轉。但是我們上了中學或者大學以後會知道，這種解釋是錯誤的。電子並不是一顆顆小行星，而更像是概率雲。但是呢，你如果跟一個小學生一開始就講量子力學，講薛定諤方程，那這個小學生估計就根本沒法入門物理學了。這個月稱菩薩也很清楚這一點啊，所以呢，他會把有我、無我、非有我、非無我安排成一個漸進的教學結構啊，先讓人轉離惡，然後再讓人放下粗重的我執，最後才能達到更深的空自性的境界。這就是說呢，這種世俗的自我觀念啊，它並不是終點，但它是起步時候非常有用的腳手架。所以啊，我們可以把中觀派的思想理解成這樣啊，就是自我並不是一個等待你用顯微鏡找出來的本體啊，而是一種被發明出來，能夠把行動、結果、記憶、承諾、責任、輪迴、修行給串起來的這麼一個實踐節點。這個節點一旦被你誤當成自性實體啊，就會生出我執。但你要是連這個節點都不承認，那倫理、來世、因果、修道也會一起散架。不過中觀派接下來還會補一刀啊，就是你別因為保留了自我這個世俗類別啊，就又偷偷把那個自我靈魂實體又塞回來了。中觀派的晚期代表人物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第6品裡反覆論證啊，就是眾生作惡啊，並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終極自足的施動者從真空裡面發起的行動啊。眾生作惡也是因緣聚合的產物，也是被煩惱、習氣、條件、環境推動起來的。
這個石頭會砸到人，火會燒人，棍子會打人，但我們並不會對石頭、火、棍子搞道德審判，對不對？同樣，並不存在我這個自信成立的道德主體，我們就不應該要求作惡的眾生承擔一種獨立自主的道德責任。我們當然可以制止、糾正、防範、懲戒作惡的人。這個祭天並不是要否定一切道德批評和規勸啊，但我們沒有理由抱着那種你本來就活該受罰的態度而感到一種道德上的憤怒。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啊，中觀派一方面保留了自我這個世俗上有用的標籤，因為沒有它，你連倫理的入口都沒了；另一方面呢，又嚴格限制了我們對這個標籤的理解，不把它誤讀成一個終極實體。它保留自我是為了責任、修行、因果、來世能夠運作；它取消自信人是為了不讓因果業報化成報應神學，好像一個人遭受報應是他活該一樣，他並不是他自己。所以我們可以把中觀派的思想總結成這樣一句話，那就是中觀派不是在發明一個更深的承載者，而是告訴我們，所謂的自我並不是一個有自信的終極實體，而是一個假名安立、依他施設、世俗上有用的實踐發明。正因為它只是這樣一種存在，所以它既不會變成靈魂，又能與因果業報在世俗層面對接起來。好，介紹完中觀派的解決方案，接下來我們進入本期無我與業報關係探討的會議總結。本期上文題節目，我們探討了佛教裡的無我與業報關係的難題。佛教一邊說無我，一邊又說你要為自己的業負責。問題就在於，既然無我，那到底是誰在承受業報？為了修復這個 bug， 佛教歷史上的幾大門派可以說是各顯神通。獨自我認為，雖然人拆開來看只有五蘊沒有靈魂，但五蘊組合起來會湧現出一個能夠承擔責任的整體，也就是補特伽羅。這就是那個負責承受業報、穿越輪迴的承擔者。精量部認為，因果報應不需要追蹤一個恆長的實體，它只需要追蹤一條連續的因果鏈。前一剎那的心會把全部的信息和業力種子傳給後一剎那，這就是心相續。所以前世造業的假和今生受報的疑不是同一個實體，但也絕不是毫無關係的陌生人。唯識宗又進一步說，光講前台的顯意識的業力還不夠，我們還需要解釋那些沒有顯現在前台顯意識的習氣、傾向、執着和業力種子究竟如何保存，以及如何重新塑造我們。於是唯識宗提出阿賴耶識和末那識，一個像後台種子庫，一個像不斷制造我執的錯誤程序。它告訴我們，輪迴不僅是生命形態的延續，更是一整套心理結構的延續。中觀派認為，從聖義諦來看，根本沒有這種承受業報的東西，自我是空的，它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個依他施設、假名安立、世俗上有用的實踐節點。而業報之所以成立，也不是因為背後有一個永恆實體，同樣也是因為在世俗層面上，我們的行動、記憶、承諾、結果、習氣和實踐已經足夠把自我發明出來。佛教同時講無我和業報，現在看來或許是沒有矛盾的。業報要說明的是你的行為會塑造你，無我要說明的是你並不是一個不能被塑造的東西。你我都是因緣聚合的產物，你並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你一直在改變，一直在變化。正因為你我都是缘起性空的，你才會被惡業污染，也才可能被善業轉化，你才會被執着困住，也才可能通過智慧鬆綁，你才會在輪迴中受苦，也才可能從輪迴中解脫。我們今天講了佛教的哲學思想並不是為了宣揚什麼宗教信仰而是對於宗教裡面的一些具有思辨性的難題往往會有當時最聰明的頭腦參與其中探討。對於我們這些不是教徒的人，我們也加入其中一起探討，也能給我們帶來知識的樂趣和生活的啟發。這期節目呢，我們講的是佛教裡面的一個具有思辨性的難題。那如果大家對這種宗教哲學感興趣的話，我們下期節目就來講一個基督教裡面的思辨性的難題。別忘了點關注和發評論，我們下期節目見。